最近 Clubhouse 成为了讨论度非常高的平台，无论是世界名人、艺人、网红都在等着加入，大家都在寻找邀请码，希望自己也可以加入成为一份子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款最近爆红的语音平台。自从2020年推出后， Clubhouse 只能通过已经加入的朋友邀请，在得到邀请码之后才能加入使用，让用户有一种贵宾式感和好奇心，也因为这样让用户数量暴增，才成立不到1年，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万的用户，估计大约价值10亿美元，让不少的投资者开始关注这一个平台。而这个平台上没有文字也没有图片，是纯语音的聊天室，也有人把它看成是没有经过内容过滤的 podcast， 而每个聊天室的限制人数是5000人。欢迎来到钉钉这个频道，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知识，让大家在紧张压力的生活中带点轻松的气氛，同时又能提高学习，所以记得按下订阅哦。这款 Clubhouse 成立于2020年3月，看起来像是在刚创立不久后就轻松爆红，但其实背后已经累积了10多年的经验。除了应用来自中国供应商深网 Agora 的语音串流技术，主要创办人是一位前谷歌工程师戴维森。据说戴维森非常喜欢将人和人结合在一起，所以他在2011年时创立了公司，并且推出了一款叫 Highlight 的社交平台。只要你附近有其他使用者，就会收到通知，然后通过信息等等认识对方。但是在2016年被 Pinterest 收购，戴维森也加入这间公司担任产品职务。而另一位创办人赛斯也曾经在谷歌地图和安卓团队工作多年，创办过移动软件。之后戴维森有机会再次创业，和赛斯联手推出 Talk Show， 让使用者只需要一键就能主持直播音频对话。可是不幸的在推出后的6个月被下架，但是这个概念就延伸到了现在的 Clubhouse， 一款以声音为主的社交平台。近期内 Clubhouse 在开始开放给亚洲用户之后突然爆红，创办人戴维森为了鼓励更多的用户加入开创和参与对谈，他亲自主持了一场 Welcome to Clubhouse 的聊天室，让新用户上台发言，然后由他亲自回答问题。各行各业的名人、专业人士、网红都同时加入。2位科技界的龙头老大，特斯拉电动车厂的马斯克和面子书创办人朱克伯格在 Clubhouse 的出现，也成为了 Clubhouse 突然爆红的原因之一。据说这个平台在3月的时候推出，5月份时只有1500名用户，而且需要是特定关系的人士才能加入，都是一些与创业投资界有密切关联的人士、艺人、名流等等。当时甚至还没有完整的网站，也还没有正式发布到 App Store。2020年12月，这一个应用程序已经有60万注册用户。到了2021年2月1日当天，马斯克在平台上直播与罗宾汉公司 CEO 特内夫的对谈后，平台总人数瞬间突破200万人次。Clubhouse 的概念就像是有非常多的人在使用 Zoom 或者 Google Meet 房间开会和聊天，这些房间可以是完全公开、半公开或者是完全封闭。你可以看到这些房间的主题名字，然后自己选择是否要加入。加入之后，你也可以选择安静聆听，或者是举手发言问问题，再由主持人决定让不让你说话。在聊天室里面，可以是你一句我一句，也可以只有一个人在说话，然后其他人在聆听。而参与者之间不需要是互相认识的，结束之后大家就会各自解散。当然，如果在半途中你突然觉得不感兴趣，只要按下悄悄离开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，完全不会有尴尬感。会员不但可以自由出入不同的聊天室，追踪其他用户和参与闲聊聚会，谈话的对象也不受限制，可以是世界各地的红人、明星、陌生人等等，还可以和上千人一起聆听专家开讲的讲座，隔空向名人、商业领袖等等发问，让用户可以体验更近距离的互动。Clubhouse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邀请码的设计，而这一个设计其实是想让用户可以体验通过自己身边最亲近的朋友，亲口介绍这个平台的服务、注册和使用方式，就像是受朋友邀请参加派对时的体验。朋友会跟你介绍派对参与者等等，让你能够融入派对，体验到人际互动，而且在主页也会显示你的邀请人。除此之外，平台内容都是以 live 的方式进行，音频内容都是当场听后就会消失，没有对话记录，也没有提供内容保存功能，不能重复听，不像其他平台一样，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人的回复、按赞和转发等等。目前 Clubhouse 还在测试的状态，所以一天只有几十位新用户可以加入，也只有 iPhone 版本，而且需要收到邀请才能加入使用，每位用户也只有2份邀请函可以使用。
但是团队正在努力完成所有的调试，包括开发安卓版本，希望可以在2021年向全世界开放。虽然 Clubhouse 目前是免费的，也还没有开始广告和订阅计划，但是创办人表示，团队在积极的规划平台开启盈利和获利的方式，除了和创作者的分成比例，还包括了打赏制度、购票模式和订阅模式，让用户可以直接付费给创作者，创作者在未来也可以获得收入。希望未来所提供的赚钱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创作者使用，而不是只因炒作而来。近期内 Clubhouse 引来了不少投资者的注意。据说，除了 Clubhouse 所使用的串流语音技术公司 Agora 的股票飙升之外，另一间只是名称相似，但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Clubhouse Media Group 股价也同样上升。根据美国时间2月1日 ，Agora 股票就飙升了44%，而 Clubhouse Media 上升了116%，明显看得出市场对 Clubhouse 的狂热度。根据报道，目前 Clubhouse 的邀请码在电子商贸平台 eBay 上的价格最高已经上升到将近$100，虾皮和脸书社团等等也出现了邀请码买卖，在其他购物网的价格也升到了大约400元人民币。Clubhouse 的房间内容可以是艺术、医疗、政治、音乐会、投资等等，甚至是闲聊、K 歌和追剧，有各种不同的创意，非常的自由。正因为 Clubhouse 的形式非常的自由，所以在短期内也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网友，甚至有人在聊天室里谈起国家政治。但是这样的自由讨论在中国并不长久。在2月8日时 ，Clubhouse 已经被中国全面禁止，就连新浪微博也无法搜索到 Clubhouse 这个关键字，而其他中国社交网站，凡是内容含有 Clubhouse 或者 CH 这些字母，都无法顺利发布，导致出现部分的用户，尤其是名人，担心自己的评论和观点，包括敏感的政治课题、商业机密等等，会被透露下来，造成巨大的风波。当然，也有人预言这个平台到了7月时会有2种结果：爆红或死去。疫情期间减少外出，是社会群众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上升的时候，也是 Clubhouse 发展的最佳时期。但是在这之后，这个平台是否能成功，还是个未知数。因为当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时，也需要考量应该如何去管理各式各样的房间，如何分类房间避免混乱，还有如何避免房间出现不当的内容等等。无论如何，目前大家还是需要细心的等待 Clubhouse 全面开放给全世界的用户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，并且得到一些支持。记得按赞、关注与分享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。